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前立委孙大千委员。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志明好，各位朋友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是周一，我们节目的全新一周开始，持续的呢，请观众朋友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那今天一样，看到我们的影片，如果在上面有热搜这两个字，帮我们按下热搜这两个字的键。如果没有看到的话，也欢迎观众朋友来在我们的留言板写下热搜，或者是留言告诉我你在哪一个城市，写下思敏我在哪一个城市，纽约、广东，或者是这个江西啊、巴黎啊、东京、马来西亚等等。最近有非常多的观众朋友特别写下你在哪一个城市。今天一样的有写下这些话的人，我都会来持续的在上面跟你做回应跟互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持续的来关心在这一场的美伊战事。今天特别来看到的是，难道伊朗现在正式要开战吗？无人蜂群狂袭美国的军舰之外，也开始反击美军开火，因为它扣押了一艘来自于伊朗的货轮哦，现在包括了荷姆兹海峡跟曼德海峡，双可能都要面临被封锁的窘境。中东的火线全面引爆，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三个火线话题，等一下我们也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呢，美军开始开火扣船了，这是伊朗的船，那么立刻呢是遭到伊朗做无人机的反击，这是在试探冲突，还是可能准备要进入到了这个准战争的状态呢？如果说这一集有波及到了中国的航运利益，甚至牵动整体的中俄战略，是否会被推向大国冲突，甚至引爆战争？第二件事情，今天还要关注的是荷姆兹海峡不只是封锁而已，现在呢，在伊朗方面也祭出了多层的杀伤网，当中包括了飞弹、快艇、无人机全面做布局。美军还能透过他所谓的这个无人扫雷机就可以突破这样子的一个窘境吗？第三件事情，现在看起来是荷姆兹海峡被封锁之外，曼德海峡恐怕也会被封锁了。如果真的都被封锁的话，肯定掐住全球的能源命脉。那么，川普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会不会被全球逼着要得妥协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赶快来关心到的是最新的消息，美伊的和谈前夕，没有想到战火已经先开打了。我们先看到美舰直接在荷姆兹海峡这边呢，是对一艘伊朗的货轮开火，当时的状况是造成了包括呢，它击穿它的机舱，也强行把它给扣押了。这件事情比较敏感，是因为这一艘货轮它的起航地是中国大陆，所以呢，现在是担心会不会影响中国的全球航运，甚至惹怒了中国呢？这是要持续的来做关心的。那么很快的，伊朗就祭出报复了，他祭出他的无人机，针对多艘的美舰发动了总攻击。但是现在我们来看到荷姆兹海峡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来自于英国海事情报公司的统计，荷姆兹海峡现在情况越来越危急了。看到整体的事件来说，36小时内35艘船是立刻的掉头给撤退了，而且呢，集结的件数现在已经高达了29起，荷姆兹海峡几乎是全面停摆，而且开始全球航运集体的绕路哦。那么我们也来关心到的是，最新呢，伊朗是拟定了这个立法要锁住荷姆兹海峡，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而且伊朗开始呛瞎了，他说绝不放手，警告将会把世界给拖下水，还反呛这些邻国说，美军的基地林立才是出卖中东的人，而美国是世界上头号的海盗。最危险的事情是我们现在也要关心这一场战事除了波及到荷姆兹海峡之外，还有曼德海峡，来自于胡塞武装组织特别警告，如果呢再敢继续的对他们施压的话，那么他们会封锁这个曼德海峡，甚至放话封锁的力道会是强到连人类都无法开启的。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了，现在看起来这一场战事是一触即发，美国的扣船行动会误判，或者是波及到其他国家吗？刚刚说了嘛，这一艘被扣押的货轮的起航地是中国大陆，会不会也惹怒了中国甚至俄罗斯？委员怎么看？
对，这是发生在4月19日啊，美国这个一艘飞弹驱逐舰叫做 Spruance 号哦，那么它就强行的开火，而且扣押了一艘这个挂着伊朗国旗的这个货轮。但是当然最敏感的几个问题是，这个货轮是从中国大陆珠海的港口起航的哦，所以呢外界就预测上面所放的这些货物都是有关于一些化学药品啊，一些相关的这个要运补到这个伊朗的这些这个民生用品哦。那美国一旦做了这样的事情，那当然就没话讲了，所有的这个和谈都可以不用谈了。所以当美国一开火这件事情啊，就证明了几个这个大家的这个当时的预测了哦。就第一个，谈判永远都是假的。就美国已经一再的证明，他要跟伊朗谈判，都是为了要下一次准备打他，做了一些预先的准备。从去年谈判谈到一半打了他，今年再来一次，到现在又在这个故技重施一次哦。我就在想，以后美国到底要跟谁谈判，谁会相信美国是真的要来和谈哦？我相信伊朗跟美国大概也不用再谈了哦。就是伊朗已经一再的配合美国，对伊朗来讲，我相信他们也知道美国是虚晃一招，但他们为什么还是愿意配合？就我觉得他们很聪明的，就是要表达说，我们是被侵略的一方，我们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的，所以呢，你要谈停战，我跟你谈，哪怕我知道你在鬼扯，你在拖时间，我都只能够配合你。但是当然，这个谈判现在就宣告了，所谓的中场休息就结束了那么就要开始开打了。那开打了之后，到底要怎么打呢？我觉得这就接下来要考验这个美国了。所以美国他现在这个满心欢喜的认为说，我只要封锁了这个荷姆兹海峡，我就可能不需要出动这个地面部队了哦。但是到底会不会出动地面部队？今天刚好有舰长在这里是专家了哦。那么我觉得对伊朗来讲，他也准备好应付地面部队了啦。所以其实他各种剧本都准备好了。但是我觉得最妙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一旦开打了之后，你美国的那些军舰啊，你那些什么驱逐舰啊，各式各样的这个封锁荷姆兹海峡的舰艇，你还真的敢停在阿曼湾那个地方吗？哦，就那个离伊朗是有多近的啊？你的航空母舰战斗群都不敢那么近了，你这些船摆在那里就是等着给伊朗当靶子哦。刚才思明讲过了，有各式各样的这个立体全面的攻击的这个工具，伊朗都准备好了。所以我倒是很好奇的想看一看说，两边一开打，中场休息一结束，川普的那些船还要不要继续停在那里？那如果继续停在那里，那我就替伊朗觉得开心了。我觉得老天爷等于送给伊朗个大礼，伊朗就一艘一艘慢慢打就好了，反正就在他的旁边哦。那么我觉得更重要一点是，川普自己想的另外一个很奇妙的逻辑哦，他说就是我封锁你的封锁哦，你封锁所以我也封锁。可是他有没有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伊朗今天讲了，他最重要的战略是拖全世界下水。所以呢，本来伊朗封锁全世界就已经够惨了，你美国再封锁一道哦，就你嫌伊朗还有漏网之鱼就对了。所以伊朗加你整个荷姆兹海峡就算是封死了哦，完全也不要通过了。原本的这些国家啊，你说打个电话给伊朗，交点小小的保护费，这个船还可以过，好，还不至于造成全球经济的这个崩盘。可是现在呢，再加上你美国在那边再封锁一道哦，那就算打电话也要打2个，除了打到德黑兰，还要打到华府然后呢还要先讲得通。那我觉得更妙的一件事情是，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美国一直不断的强调说，要找盟国打通荷姆兹海峡，要找盟国的军舰去护航荷姆兹海峡的这个货轮。那我现在就在想说，那欧洲这些西方国家，他们如果派船去护航的时候，他们等于是要过2关咯，先打美国的这个军舰，然后再打这个再通过伊朗的挑战，他们的船才能够通过了。那这对这个美国的西方盟邦来说，这是情何以堪的事情啊！就莫名其妙的，我搞伊朗已经够麻烦了，我现在还搞了一个美国。那你美国究竟什么船可以放，什么船不要放？你美国的标准到现在也不清楚哦。所以我觉得川普自己以为很聪明，说来一个什么我封锁你的封锁，可是最后的结果只不过是让伊朗拖全世界下水这个目标更快、更直接的可以达成了。对，现在各种的商船要通过，或者是货船要通过荷姆兹海峡，要面临2个国家，先是伊朗，接下来还要面对美国的封锁，等于说荷姆兹海峡现在进入在半停摆的一个状态。那美国在这个时候就趁机加码说，好，没关系，现在大家最害怕的其实是这个里面的，他要进行的是扫雷的动作，因为大家最害怕的是水雷。那最新呢，他就说了，美军目前已经在荷姆兹海峡使用这种水下的无人机，可以来进行扫雷。那来自于退役美军的说法，他说呢，只要几天的时间就可以把荷姆兹海峡这边的水雷都给扫干净。军事专家也分析了说，
我们用的是这种无人化的载具啊，就不用担心有人员伤亡，而且损失也很快就能够补充好了。那另外一方面，当然了，美军现在要面对刚刚我们特别提到了嘛，来自于伊朗的这种多层次的立体化的攻击，包括在这边设有的岸基反舰飞弹、肩射飞弹、自杀快艇跟水下无人机等等，美军有办法突破这样子的一个窘境吗？舰长怎么看？其实我们这样讲啊，也就是现在这个对于霍姆兹海峡的封锁的话，我们可以看这张图啊。那我们看这张图其实是13号的，也就是将近1个礼拜以前的。可是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啊，美军一直都他的军舰一直都在封锁线之外，而且呢，他不断的号称啊，他有15艘。那15艘呢，它应该是把所有的包含林肯号以及迪利波里号以及它这个移动的一个机动移动的这个船，那个船一共是85000吨了，它通通算进去了。可是如果我们在这里面其实都没看到那些船啊，意思也就是他们通通躲在别的地方。他们躲在哪里？他们躲在阿拉伯半岛的南边。为什么？因为那边比较不容易被飞弹或者是无人机打到啊。那如果我们来看啊，一开始宣布说这个霍姆兹海峡可以通航的时候，其实大家都额手称庆，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红色的点，通通都是油轮哦，就通过霍姆兹海峡。但是好景不长，好景不长之后，然后立刻就又开始封锁。封锁之后，那大家一定最新的疑问呢，也就是我们录影这个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也就是其实霍姆兹海峡还是不通的，不通，但是有没有人通过？有啊，这一艘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一艘邮轮啊，不是运油的啊，也就是我们一般出去搭邮轮出去玩的，这叫世界梦号，它在这一点它通过霍姆兹海峡，意思也就是呢。它就像刚刚大千委员讲到的，它通过了繁琐的程序，跟这个无论是那革命卫队或者是白宫，都达成了大家共同的一个看法。那但至于说有关于扫雷的部分啊，或者是猎雷的部分，其实现在的概念是猎雷，不是扫雷。扫雷是我们讲到说对于这一个细流雷的部分进行扫雷啊。那现在呢，美国派遣的其实呢，也就是这一个坎培拉号。坎培拉号也就是之前大家很嫌弃的这个滨海战斗舰啊，那其实大家没想到滨海战斗舰可以达成这件事情。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小打小闹啊，也就是小艇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些小艇啊，这些小艇其实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急杀链。那这种急杀链呢，它丢下来的这一个水雷啊，那其实呢，你要防不胜防，你扫完之后它是不是又去丢了？那但是我个人的怀疑啊，现在的小打小闹其实都是用机枪火炮而已。为什么？因为真正重雷啊是长成这个样子啊。现在有船长成这个样子吗？没有。这个是我们看到1991年的时候，迪利波里号，它不是现在的迪利波，它是之前的迪利波里号中雷的状况啊。我们看到人跟这个洞的比例，你就知道它中雷是多么的那个严重啊。那至于说现在又说这个阿帕契，它其实飞行在这一个霍姆兹海峡，但是有用吗？没用，因为它只能打小艇而已。而且它都是落后指标，也就是小艇都已经出发了，那真正要开始扫雷，就是刚刚特别提到的AQS-20的这种新式扫雷。其实它搭配的是什么？搭配的是空中扫雷，以及我们讲到说这个无人艇扫雷。那它的无人艇是从哪里出来的？它的无人艇其实就是从滨海战斗舰出来的，然后它可以直接的那个对于这个水下的这个细流雷，或者是沉在海底的沉雷来进行这个破坏啊。那我们看到的，那刚刚只看到那个是图嘛，那我们来看照片了。这里就是我们看到的无人艇的部分，那后面的这一小块白白的部分，它就是 AQS-20，也就是现在最下面这边它准备要入水的这一块，就是 AQS-20，它也可以用这个海鹰直升机来拖曳啊。那这一个它的优越性在哪里呢？也就是它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扫描方式。第一种，它就是前端的主动声呐；第二个，也就是它的底端的有关于间隙声呐，以及它两侧的侧扫声呐，它都可以有效的来进行反制。但是通常但是才是最重要的嘛。那它扫描的范围啊，就是100英尺。
那我们看到啊，有关于霍姆兹海峡，它的宽度呢达到了这个33公里啊。那而且这是最窄的部分啊，最宽的部分其实它还有到达97公里的。那你要怎么去扫？而且它这个长度那个长达167公里，所以我们想说啊，现在讲这种扫雷的部分呢，其实一点用都没有，只是我们讲到了吹口哨走夜路而已，因为数量不足，就是你没有足够的数量进行扫雷，然后对于这么广阔的水域，而且你的直升机在进行扫雷，你的这个快艇在你的无人艇进行扫雷，随时都有可能遭受无人机的攻击。是好，所以美军他现在要靠这种无人载具来进行扫雷，还是有它非常高的一个难度。那除了现在面临在荷姆兹海峡恐怕面临封锁之外，还有就是曼德海峡最新可能也会被封锁。那接下来全球的航运跟整体的能源可能都会受到影响，会不会把这个压力都放在川普身上？最后，川普有没有可能在国际压力之下妥协？那杨老师又怎么看？我们看出过去历史以及在国际关系研究上面经济制裁。这里还再加上封锁，通常都没有什么大的效益。而且它是个两面刃。我们看最有名的眼前的例子，乌克兰、俄罗斯，还有呢，委内瑞拉。那最长久的被经济制裁的，那就是古巴。它有投降吗？它有瓦解吗？事实上，这个俄罗斯还深受其益，找到了新的这个市场。所以经济制裁，因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其实就是一种经济制裁，它不是真的要去打，它是禁止你的石油出来，也禁止你外面的物资进去。那现在它过去这段时间把25艘船禁止出来，这个折返。那现在呢，用一个扣押的，让别的船不准进去，不管中国大陆这边过来载的是民生物资还是两用物项，他用这种方式。用这种方式能够让伊朗屈服吗？你炸他1万多个据点，2万多个人受伤，他都不屈服了，他会因为你港口封锁而屈服？所以这是一个不对等，因为美国以为说，我用这个封锁你的封锁，因为伊朗封锁荷姆兹海峡，我就可以对等，让你受不了。因此呢，你愿意跟我谈，愿意开放荷姆兹海峡，太天真了。因为荷姆兹海峡的封锁，我都不用讲它的效益、它的冲击，以及它如果持续1个礼拜、2个礼拜，都不要讲1个月、2个月了，那个影响冲击会多大？而且它不是说开放之后大家就完全复苏啊。现在是整个荷姆兹海峡不能够再拖再等，你让全世界的物价、油价以及美国的通膨、就业，甚至川普未来年底的期中选举的投票，还有未来可能会被弹劾，通通都被绑在伊朗用荷姆兹海峡封锁你的影响跟冲击之上。你不得不相信，因为就是这样子走。所以现在川普另外一个方式呢，他就没有招了，因为他别的方式，你说全面性的攻击或者是再一次的轰炸，边际效益老早已经递减，那你也不敢去夺岛。那现在没有别的国家跟着你。它也没有扩散的效应。那现在倒过来，伊朗说，如果荷姆兹海峡不够，我再把那个曼德海峡也封锁。这个其实是一种叫做加成效应哈，真的会不会去做不知道。会去做的跟荷姆兹海峡被封锁的效果也不一样。毕竟，这个胡塞组织它曾经也这么做过，但是呢效果有限。可是呢，会造成许多的船只，它保险突然提高，甚至不得不绕到非洲的南端，就增加更多的成本。其实也就是说，它这个曼德海峡的封锁，其实是现在已经这个让全世界都喘不过气来，压到那个咽喉点的荷姆兹海峡的封锁上面再加一层。那美国你又怎么样面对这个东西？你一定要认清楚，你现在对于伊朗港口的封锁跟经济制裁是没有效果的。好，谢谢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
好，接下来我们要持续来关心这场仗打到现在，有关于伊朗的战力，现在说呢，已经来到了战时工业化的生产模式哦。反而呢，尤其今天要关心的是无人机的产量，竟然是暴增了10倍。那么飞弹回复率已经达到了70%。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的角色在这边特别来看到，辽望1号正式的进场，美军补给线还要能够撑多久？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的中东的战局，伊朗它现在没有被打垮就算了，还是越打越强的。因为我们特别就一些数据来看到，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在停火的空档期间，特别关心到伊朗，它不管是飞弹或者是无人机的补充，都比战前还要更快了。所以专家说，这个叫做进入战时的工业化生产模式。特别来看到的是军事媒体做的分析，攻击型无人机，伊朗的产量现在竟然暴增了10倍，代表它还可以再进行大规模而且持续的一个打击能力。再来就是成本了，我们之前节目上也特别强调了，自杀的无人机来自于伊朗的，它的价格只有数万美元，但是美国跟以色列的拦截飞弹价格高达了数百万美元。再来，来自《纽约时报》也做了一个最新的评估，是来自于美国情报官员自己说的。伊朗现在还有40%的攻击型无人机跟60%的飞弹发射器。重点来了，在这个停火休息的期间，伊朗持续的把它挖出来，这一些深埋在山里面的飞弹发射系统，结果挖完之后，发现它是可以恢复到战前的70%的一个高数字，所以代表说，伊朗现在无人机的量暴增了10倍，飞弹恢复率达到70%。如果战事再起，这种不对称的消耗，到底美军撑不撑得住？再来，我们先前也谈过了，美军的弹药库现在其实是非常的紧张的，还能不能够撑得下去？吕舰长怎么看？我们来看啊，其实这个是一种不对称战争对于精确打击的战争的2种比拼。那在这2种比拼里面呢，那其实真正的问题就是价格。为什么？因为我们讲到说有关于这一个我们上一节提到的水雷啊，或者是我们现在讲到的无人机啊，其实它相对于美军所使用的武器都是便宜的。那我们来看啊，这一张也就是这 CSIS 的统计啊，这个时间已经有大概2个礼拜的一个落差了。我们看到这个战斧巡弋飞弹它已经消耗了850枚，但是呢，它原来额定明年可以新增加的只有190枚，那也就是其实它的库存是不足的，然后它明年也跟不上。那如果我们比对一下2003年到2011年的这个伊拉克战争啊，它也不过才耗用了802颗飞弹，所以我们就讲到现在耗用的数量是非常可怕的。那我们讲的是攻击的，那如果有关于防御的，那第一个我们看到为什么现在以色列其实它本身被打得很惨，因为它的各层的这种防御啊，它其实有7层啊，那也就是最低的从铁穹上面的大卫投石，再加上剑士2型、剑士3型，这是3层。那这是4层，还有3层，也就是这有关于最低的这个，也就是铁束，也就是雷射武器啊。雷射武器之外，它还加上美军的爱国者跟萨德。那我们来看啊，以去年的12日战争来讲的话，萨德在这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在哪里？从约旦河西岸往特拉维夫方向看而已。那只有这一个部分的话，萨德就耗了39颗，但是明年就是以今年来讲啊，萨德也只做32颗啊，那你根本补不足这个缺口嘛。那如果在海军的话，其实我个人的研判啊，这一次的这个停火，其实伊朗是算错的。为什么？因为美国的所有的驱逐舰，它的无论是这一种战斧巡弋飞弹，或者是各种的标准2型、标准3型、标准6型，大概都快打完了。你说要透过双舰科目来运这个飞弹，当然不是不行，可以，但是
那耗时非常长。那你现在一停火，这火可好，通通都去靠港了，通通靠港去补充飞弹。因为我们来看啊，去年对不起，不是去年啊，之前在红海的时候所发生的这一些，那还是拖鞋军啊，还不是现在这种全面攻击。我们就看到了美军耗用了400枚的各式飞弹，那其中包括了我们看到120枚的标准2型，80枚的标准6型，那甚至还有用主炮来攻击的啊。这个问题也就是啊，后来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一个美军连星座级都不做了？为什么？因为星座级它就有32个垂直发射系统，如果进入现在的这个饱和系统的饱和攻击的它的这一个作战环境之下的话，它几乎等于没有生存的能力啊。那这也就是我们讲到说，其实伊朗还真的有很多的无人机没飞出来。那我们讲，如果大家去看这一个金融时报啊，它展示了去年已故的2个伊朗的这一个参谋总长，那以及他的陆军陆军总司令，他们去看了一个他们的无人机的工厂。第一个，它都是在地下，根本就是手搓出来的，也就是它没有一个正式像我们这种机械化的生产线没有，它就是人一个一个去就位做出来的。可是他看到的无人机至少还有2款，我们现在根本都没看过。意思是什么？现在打出来的都是旧型的，那新式的，那慢慢的一代一代推出的时候，其实这个才会造成美国海军或是未来可能登陆的最大压力。好，我们看到现在面对美以美国面对于伊朗的这个不对称的消耗战，除了说在武器上面他们慢慢的感到非常大的压力之外，另外一方面就是面对的是人的一个压力，因为呢，现在看起来伊朗啊，他们的要打美国的决心已经比以前还要更强烈了。特别我们来看到几个关键人物，首先是伊朗的陆军总司令，他喊话说战斗会持续到最后一滴血。再来就是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根据西方媒体的情报显示说，穆吉塔巴在上一次的攻击当中，造成他这个被飞弹攻击，结果面目全非之外，还少了一只腿哦。但是他还是持续的在床上展现决心，跟他的这些部属们、他的下属们持续的沟通，要他们继续的整装，并且他已经最新喊话说，整装待发，准备让敌人遭遇新的惨败。再来就是现在整体的伊朗的内部的这个气氛，现在最新看到是上千女性呢，她们持枪上街，年轻人他们也开始公开的宣示他们要参战，甚至说要为国捐躯。现在看起来民间的力量也动员起来了。再来就是中国大陆，刚刚讲到大陆的角色，大陆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包括它的情报舰瞭望1号在阿曼湾引发关注，它可以征收到6000公里的这种电子征收的一个范围，收集美军的电子的指纹，所以看起来伊朗全民皆兵，再加上来自于中国的情报舰，接下来在中东长期抗战，美国有能力接招吗？委员怎么看？对，我刚才说过，这是中场休息之后的下半场开打了哦。那么当然，这场战争其实一开始伊朗就有设定它应该有的节奏跟步骤嘛，就像刚才这个舰长提到的，他可能更顶尖的、更高端的武器都还没拿出来用，他先用低阶的、先用廉价的去耗一耗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战力哦。那么当然更重要的是，这场战争它就是一个意志力的战争了，就是一场全民战争了。就是大家看看这个美国、以色列、伊朗这3方哦，他们全民的意志的程度不一样的哦。就对美国来讲，大部分的民众是反战的哦，所以到底川普能够违逆民意撑多久，这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么第二个，对以色列来讲，他们也是要全民作战到底了哦。那么伊朗当然更不用说了，准备跟以色列分个你死我活了哦。这场战争，伊朗准备了30年，牺牲了这么多，如果就是稀里糊涂的就当做这个一场和谈就结束掉了，那伊朗这些人都白死了哦。那这30年都白准备了。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一次不毕其功于一役，美国跟以色列以后一定卷土再来哦。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伊朗这种全民皆兵哦，全民愿意投入作战的这种意志非常坚定的。所以如果大家来比拼这个所谓的韧性的时候哦，恐怕美国并不会是伊朗的对手。那么更不要提到说，其实伊朗从一开始哦，就最近我们看到了很多来自于伊朗的学者的一些这个视频哦，他们一开始就知道
最终一定要打地面战的。他们从来没有侥幸的认为说不会打地面战，可他们认为地面战对美国来说就是地狱的这个大门了，就灾难的开始了。为什么？因为伊朗的地形啊，大家看一下伊朗的地形，伊朗的地形周边是山脉啊，然后中间是高原，所以伊朗不是那个一马平川的机械化部队一登陆就可以从头走到尾的。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伊朗绝对有足够的实力哦，利用它这个天然的地形，把美国的部队耗死在这样的一个格局里头啊，就好像我们当年打8年抗战一样，我们用空间去换时间。是。伊朗可以足做得到，更不要讲说他还有100万部队了。所以美国到底如果真的要打登陆战，他到底要派多少部队去登陆，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嘛，美国现在显然他要避免打登陆战，他就发明了另外一套东西。可是另外那套东西，我想刚才这个我舰长也帮大家分析过了，是你到底耐不耐打嘛？很显然的，真的开打的时候，你就会要开始闪得比较远一点了。那你闪得比较远一点，你还能够封锁这个海峡吗？那你更不要提到说这个国际间的你这个盟邦，大家可能会对华府施压，说莫名其妙，我突破1个封锁就够惨了，你现在让我突破2个封锁哦，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对美国不利的。那更不用讲曼德海峡了。那各位知道那个曼德海峡它最窄的地方只有25公里，刚才这个永明兄帮大家分析过，25公里哦，25公里里头这个28公里哦，它28公里中间还被一个岛隔了。所以呢，一边呢只有3公里宽，另外一边有25公里宽。所以你想想看，所有的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在最窄的那个地方都只有25公里宽的宽度的航道，在那里这个要实施封锁，并不是这么困难的哦。虽然这个也许效果不见得像荷姆兹海峡这么好哦，但是它只要一旦封锁，对全球来说，那就是另外一个冲击了。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大陆其实也把手伸进来了哦，就他派出来了这个瞭望1号嘛。那瞭望1号是对中国大陆来说是最新的这个战略的预警舰哦，它有6个大型的球形的那个天线罩哦，然后还有8部大型的天线。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它可以在监控范围6000公里，这6000公里的监控范围之内，所有的什么电子战的讯号啦、卫星通讯啦、雷达频率，它通通都可以征收到。那它同时可以在空中锁定1200个目标哦。所以如果它跟伊朗进行所谓的这个情报数据共享的话，它等于给了伊朗非常好的眼睛了，就有千里眼了。伊朗有100万雄师，可它需要一个千里眼。伊朗只要能够得到了瞭望1号的这个情报数据共享，那接下来伊朗要打哪里，要这个防止哪里的飞弹来袭，伊朗都可以轻松的应对跟掌握了。好，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伊朗哦，他现在如虎添翼哦，还拿到了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这个情报的资源之外，现在美军哦，现在要更加的有压力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海上战力哦受到影响。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他们没有吃饱，这是来自于今日美国的外媒做的报道，说他们的官兵在前线真的这个伙食非常的差尤其是迪利波里号跟林肯号上面呢，说这个餐盘里面迪利波里号只有少量的碎肉对半的玉米饼，那林肯号的伙食只有少量的红萝卜，还有这种干硬的肉饼。军人的家属也爆料说，他们寄了很多的东西要给自己的这个军人。自己的孩子，但是发现这些生活用品都寄不出去。再来五角大厦说这些消息都是假消息而已，但是呢，前线的照片流出来，现在看起来已经打击了美军的士气。杨老师怎么看？这些消息都是真消息。因为都有视频，都有民间的这个 TikTok 啊，或者是 Instagram 在传。我也看了一些。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在这一次美国跟伊朗的对峙当中地理地缘因素就不断的在扩大。过去我们看到美国打几场顺手的战争的时候呢，似乎这个地理地缘因素就不是那么的关键。但是呢，在之前的阿富汗战争，美国是受创很深。这一次你看到伊朗在这个高原堡垒之上，它不只是说你不敢去打它的地面全面战争，然后呢，你对于它的就是能源设施你也不敢去动手。川普这2天说要威胁去打电厂但是呢，他也知道，他打下去，伊朗回敬的话，那整个全球油价不就这个等于是飙飞一样？另外，这个地理地缘什么因素呢？美国在全世界有750个军事基地，大概在中东有13到17个，其实大部分都在海湾地区以内。如果在中东以外的话，你就要经过红海，或者是要到印度洋深度的那个叫做 Diego Garcia。
非洲的东岸没有什么美国的军事基地，要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第一个是补给、维修、官兵的休息，它有一定的就是除了政治跟经济关系之外，它有一定的基础建设。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他就把他的为什么第5舰队的总部放在巴林，在波斯湾里面，因为这边有相关的设施。现在这个巴林波斯湾整个进不去了，你要从哪里去做补给呢？所以现在就是说，他必须要从就是东南亚或者是要从地中海这边来去做补给，而这2艘舰，不管是林肯号、迪利波里号，它都必须要因为现在封锁伊朗港口，要在比较前端，虽然不敢太接近伊朗，可是在前端的情况之下，你的补给总是有限。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中国大陆最近做了一款新的叫901综合补给舰，那个综合补给舰就跟随着这个福建舰的一个大型的，就是补给舰，它就可以把航程延长1万公里，整个相关的这个补给的设施带了很多。这就是2个不同的思维。那一个是美国在全球设补给基地，另外一个呢是大陆自己本身做个大型的补给舰，跟随着整个航空母舰群。美国的这种众多补给这个基地型的这种作为，在这一次的波斯湾跟就是阿曼湾呢，就受到严重的考验，因为伊朗把你整个封锁。你过去赖以为补给的、休息的，你就不行。所以当福特号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就要跑到希腊去。他就要穿过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到希腊去，到了希腊还能再回来吗？那现在美国各方面说，让福特舰官兵回家吧，因为他们已经在舰上超过将近300天了，历史上第一次这么多天。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对于美国的军方的士气以及整个补给都会产生严重的打击。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我们特别来关心到的是白宫是不是被以色列给架空呢？川普另外他本来是想要这个不想要再开战场的，但是是不是被因为一些将领的激怒所以他决定要出兵了呢？另外关心美国有11名科学家接连的被消失、死亡，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赶快来关心到是川普在17号这一天特别发文就开呛了，他说呢，以色列不得再继续轰炸黎巴嫩了。他说我已经正式下令禁止了。真的够了。那根据了解，纳坦雅胡是透过媒体才知道说，这个川普已经公开不让以色列再继续轰炸黎巴嫩了，所以呢，要求美国你现在出面来说明清楚到底怎么一回事。当然，川普这话一说完，他也持续的力挺以色列到底。他说呢，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勇敢、聪明、忠诚，而且会赢的国家，暗逼其他国家在各种战争的压力下，直接就暴露出来了自己的本性。我们来看到川普的这些言论，让这个非常看在眼里、非常不爽的呢，就是美国的前副总统贺锦丽了。贺锦丽批川普发动这个美国人民根本不想要的一场战争，还说他是2战以来首位抛弃盟友责任的总统，说川普是被纳坦雅胡给拖入战争的，而且确实这一些来自于贺锦丽的话是有根据事实的。最新民调超过60%美国人是反对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的。现在在经济面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就是这位联准会的理事沃勒被视为是大鸽派他说美国恐怕这一次会陷入持久性的通膨了，降息空间现在看起来已经越来越被压缩。他认为战争正在反噬美国的经济。好，一边是川普下令禁止以色列再持续的打这个轰炸黎巴嫩，但是纳坦雅胡要美国在这个时候出面给一个理由，一边是贺锦丽特别痛批川普被以色列拖进战争，这一场战争到底美国是不是就被以色列给架空？委员怎么看？这一点都不意外，我想这是全世界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嘛。表面上看起来美国是以色列的老大哥，其实实际上
美国是以色列的傀儡吧，哦，那么特别是美国的政治人物，长期以来许多人都是受到以色列公共政策委员会的这个游说哦，跟政治现金的支持，所以以色列的所谓的锡安主义分子哦，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那个极右翼的势力，其实是牢牢的掌控住美国的这些政客的哦。那你更不要讲说美国的华尔街、美国的这个矽谷，或者是美国的这些大的金主哦，甚至连这个美国的这个好莱坞，其实都是犹太人哦这个的势力范围之内的。那我认为当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支持打这场战争，但是在这一次我们看到的这个锡安主义哦的这种极端右翼的以色列的这些人士哦，其实已经是请权力哦，就像我刚才讲的，他们也要毕其功于一役啊。伊朗要毕其功于一役，以色列这次也是决定哦，既然好不容易把美国拖下水了，不打到最后一刻，不把伊朗打趴打垮，他们也不会收手的。所以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川普曾经有好几次准备要他口了，就他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宣称他已经胜利了哦，大家就在想说，哇，他终于决定要用这个自我催眠的方式想办法抽出这个泥淖了，就没想到他每一次呢，这个自我催眠呢还没催眠个1-2天，忽然之间又翻脸开打了。所以这一次的停战应该是这场战争里头第2次了。所以其实，在这一次停战这个准备要进行谈判之前，就有外界就抱的这个不乐观的看法。最主要的原因只有一个嘛，就是以色列一定会想办法破局的，就以色列会想尽各种办法破坏。那你说贺锦丽讲的有没有道理？这在美国来说已经不是秘密了，连这个《纽约时报》自己都公布了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决策过程啊。纳坦雅胡是在2月11号早上11点进入白宫战情室的，他那个时候跟这个战情室的当时除了这个纳坦雅胡之外，摩萨德的这个负责人是用视讯的方式在这个战情室开会，然后美国这个除了这个川普之外，这个 Rubio 啦，然后这个 CIO 的 这个 CIA 的 Director 啦，哈，还有这个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凯恩都在现场。那当时纳坦雅胡提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分阶段，第一阶段斩首，第2阶段这个重创伊朗，第3阶段引爆内战，然后第4阶段说推动政权转移，就是所谓的 regime change。当时纳坦雅胡掰了这一套之后，纳坦雅胡走了。第2天，这群人重新聚在白宫的这个战情室开会的时候，没有人相信纳坦雅胡说的是做得到的。从 CIA 的 Director 说这就太可笑了吧，然后连 Rubio 说这就是在鬼扯啊，然后连凯恩也说，你说暗杀可能还做得到，斩首做得到，你说真的要推动到政权转移，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然后接着，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是在2月26号了。2月26号下午5点，又在白宫战情室开会。那个会议里头，大家都讲得非常保守。J.D. Vance 当场告诉川普说：“你知道我是反对的，可是如果你真的要打，我也会支持哦。”然后接下来所有的人都在撇清责任。Rubio 在讲说斩首可能做得到，其他的有点难了。那个凯恩也是提出同样的看法。你说削弱以色列，削弱伊朗可能可以，可是你接下来的这些步骤通通都做不到的。只有赫格塞斯这个抱着川普的大腿，不断的吹嘘说绝对可以完成这样的目标。所以光是你从《纽约时报》所公布出来的白宫整个的决策过程，就不难看得出来，从头到尾，川普就是被着这个纳坦雅胡绑架嘛，让美国去陷入了这场战争。所以美国现在根本上就是被锡安主义分子绑架了哦。那么这场战争陷入这种泥淖里头，如果真的最后还要打地面战的话，这对这个美国来说，简直是另外敲响了一记丧钟了。美国的国力当时在越战的时候就受到很严重的影响了。这一次如果再来打一场这种这个无穷无尽的这个伊朗的这个地面战的话，这对美国来说就恐怕这不是川普自我催眠一下就可以逃出这样的一个泥淖了。对，这场战争一开始就是川普他被这个纳坦雅胡绑架，但是大家也在看说，其实，在川普刚入主白宫的时候，他本来不是厌战的吗？后来为什么突然间改变他的决定？那后来来自于日经新闻这边做了一个分析，我们刚刚讲的是被纳坦雅胡给绑架嘛？那其实另外在美国自己的境内哦，也有人跟纳坦雅胡是里应外合的，这一位是关键的推手，让川普决定在外交上
采取鹰派来打击伊朗的态度。关键推手就是这一位今天带观众朋友来特别关心的前空军的军官葛莱姆。长期呢，他就主张要对伊朗强硬，而且他在私下曾经多次的跟纳坦雅胡会面，然后呢，会完面之后，他其实也多次的跟这个川普打高尔夫球，在打球的过程当中，常常跟川普一起讨论有关于伊朗的问题，并且还向川普施压说，你不动手的话，你在这个时候不鹰派一点，不动手的话呢，你就会比奥巴马还要更软弱。根据了解，就是因为这一些的压力啊，还有这个他们抓住了川普的软肋，所以川普决定要对与伊朗动手。那现在川普的精神状况也被外界质疑是不是真的有出问题，而且是陷入恐惧当中。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最新报道。他说，在4月3号那一天，大家还记得吗 ？F-15的战机不是被伊朗给击落了，2名飞官要逃生之后，川普在白宫陷入了长时间的情绪失控，对他的下属咆哮达到数小时的时间。华尔街日报说，当时这一场事件勾起了川普他特别想到是1979年伊朗的人质危机的阴影，所以让川普感到非常的不安。再来外交面，美国的外交体系现在也说呢，全面出问题了。尤其是亲伊朗的压力，现在亲伊朗政权的这些压力正在升高当中，也影响到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先是美国跟亚塞拜然原本的双边关系现在恶化，第二件事情是巴林政府也被质疑说是否会被美国抛下，被迫独自来面对伊朗。第三件事情是印尼的领导人他现在感到压力了，外界要他不要跟美国走得这么近，在安全上面少一些的合作。再来就是美国在各地的外交官，他们这个美国的白宫要这些外交官安静一点，不要自己乱发言，要求他们晋升。这些问题，杨老师怎么看？我们通常去讨论这一阵子川普为何出兵伊朗，大概从3个层面。第一个，他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走；第二个，他受到犹太金主的影响。那第三个呢，就是他觉得大概从委内瑞拉战争到这个伊朗战争都可以一次解决，也就是他本来大概真的就只想要去打这个斩首战争，就以为伊朗会瓦解，完全没有想到后面。但我从另外几个角度哈，第一个，我刚刚讲的3个我觉得都是正确的，但我们再补充，第一个，川普上来的时候其实就是好大喜功，他希望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他虽然提出和平总统的一个诉求，但你忘记了吗？他也曾经要扩大领土，也就是他从格陵兰到委内瑞拉到古巴，他都说要去扩张美国的领土，所以他其实是有领土扩张的倾向的，这是一定有他这样子一个心理的基础，然后呢，别人才会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去把它扩大，去把它给放大，让他引导他走出兵这条路。那第二个就是他在整个对外政策上还是有那种美国优先。但美国优先，换句话说，就是美国还是例外。也就一切就是美国在军事上、经济上都可以为所欲为。你看他那关税战不就是为所欲为吗？就还好是被美国的最高法院给否决掉，但是呢，他持续在做。他真的觉得，尤其是去年打了伊朗的核子设施，然后呢，委内瑞拉，他就觉得说，接下来打伊朗就能够避其役于一战当中。但是呢，没有想到现在拖得成这个样子，拖成样子呢，就越来越在硬凹，就造成你刚刚讲的那个亚塞拜疆的情况，就是因为它跟伊朗的关系有微妙，所以呢，伊朗是支持亚美尼亚，所以一直有一个这样子互动。不过那个地方其实并在中亚，但是呢，并不大。关键其实是巴林代表的是整个海湾国家。战后海湾国家还会继续的接受美国军事基地的重建吗？会不会要求规模缩小？因为效益不存在了嘛。第二个就是整个就是穆斯林国家，不只是印尼穆斯林国家其实现在都对美国有的质疑，除了海湾国家不得不接受美国持续的这个绑架之外，第三个全球南方这个国家大概都看到美国从俄乌战争到现在都是一个调。其实最严重的是美国自己的盟邦，他这些盟邦国家都要走第3条路了。因此我是觉得美国的国际信誉在这一次真的是降到谷底。但有没有可能修复？有，你方向正确总是会修复。但是
大概没有办法回到以往的那种所谓的霸主地位了。好，那另外一方面，美国要忧心的事情还有什么呢？就在这一场战事发生之后，我们看到这前后后，竟然在内部有11位的科学家。接连的死亡或者是失踪哦。那这些科学家涵盖了包括军事、核能跟航太，其中一位是这个最近的事情，一位34岁的科学家被列为疑似是自杀，但是非常的年轻，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现在说美国的 FBI 已经正式的介入在调查当中。舰长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转移焦点，也就是。川普他在这个战场上不利，他又想要转移大家对于爱泼斯坦的相关这个丑闻的相关的这一个媒体或者是司法调查，所以他就开始把这一些消息通通都在一起。我们这样讲啊，的确，美国最近呢是为了这个军事、核能、航太付出了非常大的一个无论是人力或物力啊。那我们讲军事的话啊，那军事的话，因为美国到现在为止啊，它才刚刚出现了第一款的这一个我们讲到高超音速飞弹，但这飞弹呢虽然可以飞得很远啊，它可以飞3500公里，那但是呢它的弹头却很小。那它的弹头能携带的只有30磅，也就是30.6公斤左右。为什么这么小？因为它带的是战术性核武。那这个因素也就会影响到核能的发展。也就是你现在要发展战术性的核武，那也就是它在不能够试爆的情况之下，它要研发出这个演算法的部分啊，那怎么样才能够达到适切而且有效？也就是它的那个能达到那个临界质量，然后可以创造分裂，那个核分裂。那那就是核能的问题。那另外呢，有关于我们讲到航太的部分，美国才刚刚以这个猎户座啊完成了阿提米斯2号的这个绕月任务啊，所以这个绕月任务其实对于美国来讲是意义非常重大，但是对于人类来讲，其实这件事情中国大陆早就做过了。所以那美国为什么这么做？也就是说，你中国大陆还没登月之前，我已经绕月过了，但是中国大陆没有继续顶上去。我们的月壤回来，你还跟我们要啊？你好意思啊？那所以我们这样讲啊，这些科学家他遭受了这么大的工作的压力，而且他总是有一个使命感，要钻研或者是聚焦一个我们刚刚讲，无论是演算法啊，或者是基底电路的一个设计啊，其实都会造成他的生活不正常。那这个不正常嘞，然后就会对于他的生命造成各种的影响。那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美国有这么多成千上万的科学家，他把它兜起来，其实只是想要掩饰川普的无能以及错误的决策。而且我补充一点，你说这个到底这11个科学家真的是被外国政府暗杀了，或者是还有另外的说法说外星人嘛？说因为他们研究的是跟外太空有关的，所以他们很离奇的失踪了。这可以当做下次那个 X 档案的那个内容哦。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其实长期以来会在国际上猎杀敌国首席科学家的始作俑者，并不是今天这个美国想要指责的别人哦，就是 CIA 也好，摩萨德也好，摩萨德去这个以色列的摩萨德去猎杀了这个伊朗的这个研究核能的科学家，这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啊。我再讲另外一个中国大陆的这个首席的 AI 科学家，他叫做冯阳鹤，2003年7月1号凌晨2点在北京街头被撞死。然后这件事情引起了中国大陆高度的关切，因为这个 AI 首席的科学家是解放军的天才科学家，非常年轻，他专门研究了就是战场控制系统，叫做战卢。就中国大陆的战场控制系统跟美国的那个梅文系统是一样的，但是那个时候中国大陆就在检讨说，我们的首席科学家 AI 科学家研究战卢的解放军的天才科学家，为什么会在凌晨2点被撞死呢？那为什么没有保护？那到底是怎么样死亡的？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国内引爆了很多各式各样的阴谋论哦。所以我觉得当然了，美国 CIA 过去干这种事情干多了，所以他们现在反过头来好好检讨一下自己的人是不是也面临到了同样的状况而已。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
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为什么川普要在这个时候公开读圣经呢？并且教战教宗良14世说他要打宗教战争吗？现在看起来，川普自己内部共和党的票仓正在松动当中，盟友反弹，川普现在遭到了内外夹攻的死局。今天一起来做关心。好，这一次呢，川普要打的难道是宗教的战争吗？因为来自于 CNN 的最新报道，美伊战争打不够，难道川普要杠上教宗了吗？川普说了，接下来的日子选在美东时间4月21号晚间6点会来直播全美一起读圣经、朗读圣经的这一场直播活动。问题是这是真的是宗教活动吗？还是政治上面的操作？因为大家就会想到说，你先前跟教宗这个一来一回的这个开刀，现在到底是怎么样呢？为什么要持续的隔空交火？我们来看到呢。教宗曾经批评说，他对于川普所说的要销毁伊朗的一个文明，他是无法接受的。那川普也怒呛教宗了，说你在犯罪的议题上面非常的软弱，外交政策又很糟糕。他还说，如果我不在白宫的话，你也去不了梵蒂冈，还做了一张这个自己是耶稣的这个 AI 的图片，当然了是惹怒了这些天主教徒。再来看到呢，教宗良14世也特别说了一句话，说世界正在被少数的暴君给蹂躏，但是他事后又在澄清说，这句话早就写好了，其实暴君说的不是川普，是不是要稍微缓和一下这个紧张的局势呢？委员怎么看？这个川普这一次说要公开朗读圣经，是为了抢救基督教的选票吗？然后又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美国教宗，委员怎么看？是，我想这一次如果大家看到天主教宗良14世的谈话我相信大家都会被感动那么我虽然自己不是教徒但是我必须表达对教宗非常崇高的敬意他果然不愧是这个天主教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精神领袖了。那当然，这个川普在杠教宗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所作所为真的是太令人觉得恶心了但是川普自己去做的甘之如饴我也不理解就川普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之下，还会觉得这些事情他所说的、他所做的具有正当性。那我觉得最妙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最妙就是大家还记得当时在打这场战争之前，美国跟西方这个盟友是怎么这个批评伊朗的？说伊朗就是一个神权体制就伊朗呢基本上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它完全就是个神权体制，所以呢他们要去解放伊朗了。可是后来呢，你看到伊朗战一开打之后呢，你看到的是川普召集了全美的牧师跑到白宫的椭圆办公室来为他祈祷你现在看到了川普去跟教宗杠起来，看到川普去来搞个什么全美读经会，看到了赫格塞斯告诉他的这个官兵说，这就是这个要执行的宗教战争的一个目的了。然后你再看到了以色列也是讲一样的话，说末日来临了，耶稣要出现了所以搞了个半天，这场战争变成了新的这个十字军东征的战争了。到底谁才是神权体制啊？你美国今天玩的这套把戏，跟你以色列这些搞的这些勾当，我觉得比伊朗更像神权体制了。就这场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打的？是为了宗教在打的吗？现在显然看起来，你们在动员你们的支持群众，都是用这种方式那你说川普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来搞这个什么全美读经这样的一个行动？其实不意外因为他在跟教宗对杠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受伤了那么他得罪了天主教的教徒、基督教的教徒，所以他不得不利用一些动作，他要把福音派或者是这个保守派的这些教徒是他最重要的基本盘他的基本盘要他重新拉回来，所以他必须要用这个方式来顾票。但是他不仅仅是为了顾票他又在塑造他宗教上的道德正当性了。就他借由这个读经的行动，他要告诉大家什么？我就是上帝选中的人上帝选中了我来执行上帝的旨意。所以呢，他积极的在塑造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要告诉大家说，我这场战争是具有宗教道德至高的，因为上帝认可了这样的行为。这是川普在玩的把戏所以我看到川普在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我就不禁要真的是都快要从椅子上笑得要掉下来了。就是说，到底是谁在玩弄宗教到底哪一个国家才是真正的神权体制？现在看起来，川普恐怕比伊朗这个更接近神权体制了。就川普跟这个美国跟以色列现在在玩的就是神权体制的那一套玩的真是淋漓尽致。
这样子的国家还有脸去批评伊朗吗？对，川普这一系列针对于教宗的言论也惹怒了这个天主教徒，所以川普现在试图希望能够拉回一些天主教的选票。但是呢，这个一方面，川普要拉回的选票还有谁是来自于盟友的选票？因为现在来自于 Politico 最新分析，他认为美国现在的盟友都正在松动当中。今天特别关心几个重要盟友，包括就是在巴林的，本来应该是第5舰队的一个基地，但是现在被质疑说，当战争来的时候，你其实只保护以色列嘛，让这个巴林现在被最攻击的前线。再来就是印尼了，印尼它现在处境很尴尬，因为它是最大的一个穆斯林国家，但是伊朗现在也透过这种社群啊、数位做宣传，把美国跟以色列塑造成帝国主义跟侵略者。当然了，这个印尼的领导人就会认为说，现在跟美国的合作就会非常的困难，会来自于民意的压力。再来就是美国的亲密盟友，不管是日韩跟菲律宾哦，现在呢还就是因为出现了荷姆兹海峡的能源问题，所以被迫转向俄罗斯买油就算了，还开始重新评估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除了日韩、菲律宾之外，还有印度跟印尼。杨老师怎么看有关于美国跟盟友之间这种关系上面的变化？在这个战争当中，当然美国跟盟友的关系，眼前第一时间大家是保持距离，因为大概都认为这是一个不法的侵略战争。第一点，第二点，你战争没有办法获胜，而且你不断的节节的败退。第三点，你所用的手段跟作为越来越激进，而可能要造成全球都在付代价。那这个时候当然要跟你划清界限了。不过我们现在比较大点来看哈，以霸权而言，它的硬实力、软实力是它维持它的这个地位重要的。硬实力我觉得现在已经扩充为3种，一个是军事、经济、科技。那软实力呢？软实力就是你要去创造价值观、话语权、外交威望。我们现在在后面这3个话语权，然后呢，价值观、外交威望，川普是不是从一上来，那特别到这个伊朗战争，他大概都消耗殆尽了。什么话语权？他已经不再去争取自己做世界警察，他也不再去提供国际的公共财。我们讲国际的公共财，就是比如说国际制度啊、国际秩序啊，你美国要用你的力量，不管是经济、外交还是军事力量，是让这个体制顺畅。他退出66个国际组织。然后呢，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保护者。过去人家跟他签军事协议是要你保护我，现在不是这样子，是要他的盟邦来送死。那你为什么不一起帮我这个护航荷姆兹海峡？你要我送死吗？你自己都不敢去护航了。刚才小舰长讲得清楚啊，那个水雷怎么清怎么扫，根本做不到嘛。那结果你的保护者变成什么？交易者。那我就跟你用交易的态度来去面对了。今天你已经不是个霸权，你也不是大哥，你也不是世界警察，你就顾你自己。我跟你关系还是很重要，因为不管是贸易还是安全的利益很重要。但我用交易的角度，这个时候呢，不管是美国、英国、法国还是印尼，都用交易的角度。我觉得这个现在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时候交易，我当然寻求另外一个交易来去做避险或者是确保。那另外一个交易的对象是谁？就是中国。这个中国，但是表现出了一个要维护秩序，然后要建构就是国际公共财的这个角色。你就慢慢的看到，至少在全球南方，他慢慢的把对美国的过去那种敬仰，转而变成对中国的接受了。这个是美国在这次战当中损失最大的。对，我觉得这一次受创很深。好，美国的国际信誉正在下降当中，反倒帮助了中国大陆的国际信誉持续的提升哦。那另外一方面，其实白宫内部还有其他的压力，就是范斯了。范斯现在感受到的压力是来自于纽约客的最新分析，他说呢，范斯他现在是反对伊朗开战的。那么他还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跟川普是完全不同的路线的。而且呢，他最近有2件事情让他感到很糗。第一件事情，他跑去奥地利替奥班站台，结果奥班是惨输，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是他主导对伊朗谈判，最后还破局了。现在看起来说他会不会失去2028年的位置？然后呢，范斯因为跟这个伊朗谈判失败嘛，会说是不是会成为川普的代罪羔羊？小舰长怎么看？如果说我们曾经接受过这个天主教或者是基督教的那个宣传的小章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川普
他刚刚的那张图，他手按的那个病人，其实他在隐喻的，也就是他是耶稣或者是耶和华。那这些都是对于天主教或基督教非常大的一个侮辱，因为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给神格化呢？其实你没有那个资格。不过我们这样讲啊，现在我刚刚提到说有关于美军，他其实现在正在整补，他只要整补完毕之后，其实大战就即将开始。因为赫格塞斯他就曾经讲过啊，美国在伊朗的部署地面战力，他力求的是出其不意。那什么叫做出其不意呢？大家认为谈判还可以有希望的时候，那就是出其不意的时候。而且美国已经干了这种事很多次，但是美国到底现在是是成功还是失败，还是不成功也不失败呢？我们来看这个公视的公视的现实主义大师啊，米尔斯海默他的讲法，他说你只要要求停火，你就是承认失败。这次要求就已经要求停火了，那也就是他说啊，如果说这一个是事态升级，其实是这一个川普想要的，但是实际上来讲他办不到。那至于说有关于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